目前关于 iPhone 15的各种消息已经是传得满天飞了。我在前面也专门做过相关的内容。随着各路爆料大神透露的消息，具体参数也越来越多。随着今年14 Pro 系列的大卖，明年 iPhone 15的重大升级也将迎来又一个换机高潮。嗨，大家好，我是小鹏。苹果在今年放弃了 5.4 英寸的 mini 机型，取而代之的是配备了 6.7 英寸的14 Plus。虽然14和 Plus 机型在销量上明显低于苹果的预期，但有传言称苹果明年将继续这一策略。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将来看到 6.1 英寸的 iPhone 15和 6.7 英寸的15 Plus 了。在显示功能上，明年的15和15 Plus 也会添加动态岛，这样 iPhone 所有机型将全部采用此设计。不过呢，虽然基础机型获得了动态岛的支持，但不会获得 Pro 系列独有的 ProMotion 显示技术。它可以提供1到120赫兹的动态刷新率，这样也就导致了另一个功能的缺失，也就是 Always on Display 了，常显屏幕。因为它依赖于 ProMotion 和 LTPO 的显示技术。接口方面，以目前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到，苹果几乎肯定会将 iPhone 15和15 Plus 从 Lightning 切换到 USB-C 上，服从欧盟的相关法令。之前有朋友留言说苹果会不会把欧盟以外的地区单独对待，继续使用 Lightning 呢？关于这个问题确实不排除。但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Apple 会统一更换，这个从 Mac 和 iPad 上就可以看到迹象。在相机方面， iPhone 15和15 Plus 并没有很多的消息出来。从 iPhone 14这里也可以大致预计 Apple 明年将利用现有的摄像头硬件，给予新的软件功能。处理器方面仍然会使用目前的策略，使用上一代也就是 iPhone 14 Pro 系列的 A16 仿生芯片。苹果从今年开始把 iPhone 分为基础版和更高规的 Pro 性能版，明年会延续该策略，在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机型上，屏幕尺寸和显示上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继续沿用目前的动态岛和动态刷新率，支持长显功能。不过在物理按键上会有所调整，苹果会采用和之前 iPhone 7上的 Home 键一样的固态按钮形式，替换掉目前的音量控制和电源按钮。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手感呢？我还蛮期待这个的。在接口方面也会采用 USB-C， 但有一点还是值得思考的，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会和 iPad Pro 那样支持雷电吗？目前所有在售的 iPad 都已经切换到 USB-C 上，但只有最高规的 iPad Pro 机型支持雷电。最后再来看看相机，据最新的消息报道， iPhone 15 Pro 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在 Pro Max 上面会首次配备新的潜望式镜头。在三星 Galaxy S22 Ultra 上已经配备了可10倍光学变焦和高达100遍的数字变焦，而在 iPhone 14 Pro 机型上的长焦镜头仅提供3倍光学变焦和15倍的数码变焦。如果 iPhone 15 Pro Max 采用潜望式镜头，可能会接近三星旗舰机型的变焦功能。在处理器上， Pro 系列产品更会升级到基于3纳米工艺制造的 A17 仿生芯片。 A16 芯片准确来讲是压缩的5纳米，由于3纳米工艺尺寸的缩小，会导致性能和效率大幅提升，会更加的省电，电池寿命也会提高。最后在命名上呢，一直在传闻会把 Pro Max 更换为Ultra， 毕竟我们已经有了 Apple Watch Ultra， 苹果也许会进一步把 Pro 和 Pro Max 区分开。不过即使目前消息来源比较多，但我们终究还是处于14系列刚刚发售不久，距离明年的新款 iPhone 还有一段时间。小鹏频道也会持续关注此类最新消息，陆续分享给大家。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